嗨，大家好，我是小蛙。开始之前，如果还没有订阅小蛙频道，赶快去点右下角的订阅。已经订阅的朋友，真的非常谢谢你们。想收到上面通知的话，再按下小铃铛。那接下来点选开锁之后呢，我们就进到驾驶座。一进来，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污损啊、烟味啊，或者是什么状况。比如说小蛙借的这台就有垃圾，那其他的一些像小石子、沙子这些，应该正常使用都会留下来。那后座也是，就大概看一下，如果有污损的话，就可以在 App 里面点选回报。然后后车厢看有没有奇怪的垃圾啊，或一些奇奇怪怪上一个使用者留下的东西。好，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到驾驶座。首先进来的时候呢，从这个手套箱，里面会看到 Iron 的钥匙放在这边，这个有一个按钮孔，把它拔起来就可以了。它的构造是一个像纽扣一样的东西，那你还车的时候也是一样，把它按回去，按到感觉到有卡榫一声就可以了。然后这边会有一些说明书啊、行照啊之类的东西，还有一瓶酒精，消毒的酒精。拿了钥匙之后，我们就来发动钥匙孔。有一些比较新的车款是没有钥匙的，它是直接这里会有一个启动钮，按了它就会发动，转到底，转到底之后它就发动了。我们可以看到主控板亮了，然后仪表板这边也亮了没带安全带跟 P 档的提示灯，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油量现在是1半。上驾训班教练应该都有说到，不动的时候这个刹车。这个油门，平常把脚都放在刹车踩着，以防有爆冲啊，或者是打到 R 档或 D 档，结果自己没注意的状况。大热天，这边冷气就是这个Air Conditioner 就是空调，冷气开了之后，如果你没有开车内循环，这个叫车内循环。如果没有开车内循环的话，有时候会让冷气不冷。你想要让它快一点凉的话，就按车内循环。再来这一边是冷气的风量，可以看到最大风，然后小风，或者弄到0就关掉了。然后这一个呢，它是冷气的温度。那如果冬天很冷，你也可以吹暖气，但要小心开车，不要开到睡着了。然后转过来就是冷气的冷度，这个是冷气的出风方向。那你可能你想要吹脚啊，或吹脸跟脚，吹头跟脚啊，或吹头啊。主控台，小蛙其实也很少用这个主控台，主要跟阿姑租车的时候大多是在聊天。小蛙以前一直以为这里有个 USB， 但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台 Yaris 呢是没有 USB 充电孔的。可能一些比较新的，像 Prius C， 它这里就是一个USB 充电孔，所以很方便。那再来这里是可以放你的手机的，可是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仪表板的温度很烫，所以如果你是放你的手机的话，在这边晒太阳又加导航，它会非常的烫，这个要特别注意。然后这个是非常软 Q 的，那小花有租过一台车，是这一个直接掉了，所以小花在把手机放上来的时候，一个转弯手机就飞出去，这非常危险，要注意。这4个按钮对应的是4个窗户。那驾驶座这一边的是可以 auto， 就是你勾一下，它自己就会拉到底。再来是这个玻璃锁，只要你按下这个之后，其他的窗户就没有办法把窗户按下来。这一个是后视镜。开关后视镜，这个旋钮呢，如果你要调左边的后视镜，你就转到左边，然后就可以像玩电动玩具这样子拨，
上下左右都可以调整，非常方便。原来有一些车种它是10字方向键的，是要自己按的。这个拨杆的小蛙觉得真的很方便。还有这一个，它主要是看后面有没有来车，这最边边也是可以看到 B 柱附近的车况。踩着刹车之后 ，P 档是暂停档，车子就是不会动的。Yaris 是可以直接这样子拨。它换到 R 档的话 ，R 是后面的意思，就是倒退档。所以如果你要倒车，你就是打 R 档。那 N 档是空档。那 N 档呢，平常比较少用到。如果你去洗车的话，你就会用到。有一些你开上洗车轨道的时候，他会跟你说，请你打 N 档。平常开的时候是放在 D 档，你只要把刹车放掉。车子就会自己前进，这个驾训班应该都有讲。小蛙在这边提一下，只是有些人驾训班毕业之后很久没开车，然后来租 iRent 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忘记了。再来下一个是 M 档，应该是叫手自排，小蛙也不太确定。模拟档位，当你打到 M 档的时候，仪表板这边会出现一个1，打 D 档的时候就会出现 D， 你打 R 档的时候就会出现 R， 然后一直闪动。这是为了避免危险，让驾驶随时从仪表板就可以知道现在的档位在哪里。自排是由电脑来控制，那有一些状况是你想要自己去控制档次，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切到这一边，然后自己慢慢练习。这里有一个 M 加 M 减，当你到达某一个速度的时候，你 M 加推一下，它就可以自动前进到2档。速度降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再往下推一下，它就会再降回更低的档次。平常的话，D 档应该就已经很够了，除非小蛙有一次去60弹山，D 档完全爬不上去，斜坡太陡，这时候就是切换成 M 档，然后1档慢慢的撸上去。好，那平常没事的时候，记得刹车一定要踩着，然后打 P 档。再另外一个就是手刹车。这手刹车非常重要，有时候你打 P 档的时候，它在斜坡还是会滑动，这时候一定要搭配 P 档，让整台车整个固定住。大部分的状况，只要是停车，尽量都是把手刹车跟 P 档打在一起，确保车子不会再继续移动。再来，如果你租的车子没有油了，你可以到在驾驶座位的左前方这边有一个油箱开关，你只要往上一勾就可以开启油箱。补充一个状况，就是小蛙坐起来的时候，仪表板的数字像是这样，仪表板的数字刚好被方向盘挡到，或是方向盘的高度跟小蛙的高度不太搭，这时候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方向盘的下面有一个这个拨杆，有一个拨杆。当你把拨杆往下拨的时候，拨杆往下拨，你会发现方向盘掉下来了，方向盘会变得可以上下推动，可以上下推动，然后推到你要的高度之后，再把拨杆往上搬，它就会卡住方向盘，方向盘就可以来到你要的高度。再来，Yaris的椅子有2个。第一个是这个长拨杆，这长拨杆可以调整椅子的高度。再来是这个是它可以调整椅背的高低。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是可以调整椅子的前后，只要往上拉、往前推、往上拉、往后推，这可以调整椅子的前后。还有小蛙有遇过一个状况是，这是倒车雷达。小蛙之前有租过一些车，这个是关掉的，所以在倒车的时候不会帮你侦测后面是不是快撞到了。在下面还有一个开启引擎，这里开启引擎盖的，不过这一般状况是不会用到的。刚刚有提到 Pros C 这边会有一个 USB 插口，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要去准备这种的。台湾买的是这个小米的，这很方便。排挡杆的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东西，那不同的车款这个东西不一样。Sienna 它可能会在这个地方，那像小蛙昨天租的 Smart to Go 的 Lavina， 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都要再找一下。这个车充在小米那边买，大概一个只要200多块而已，然后你就把它这样插进去，就有2个 USB 孔。那你再插上你自己的充电线，
就可以冲 iPhone 了。这个要下车一定要拨到红红的这边门才能开，不然这样是锁住的，门是打不开的哦。油箱上面会有个箭头，那个箭头往左边就表示油箱在车子的左侧，如果箭头在右边就表示在右侧。小花之前开过的车全部都是油箱在左边的，可是昨天开了 Lavina， 油箱是在右边的，这个要特别注意。如果不熟车的话，你只要看这个油表，你就知道你要在加油站的左道还是右道。现在上车都会带一包面纸，刚提到的车充、充电线，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中间可以看到上面的图案。当开门的时候，灯就会亮。比如说小花现在开门，灯就亮了。那把门关起来，灯就会自己关上。那平常这种状态其实就够了。那如果想要突然需要用灯的话，只要往右拨，灯就会全开。那这边就是完全不开灯 off。好，那平常的。那如果你只想要开右边或开左边，这个也是可以直接按下去。遮阳板这一边呢，打开来会有个镜子，你看这个是全新的。再来这里会有个合运租车、台塑的加油卡、中油的加油卡。再来停车卡，所以一上车的时候先检查停车卡不在，有一种可能是有一些停车场是车牌辨识，这里面的卡片应该有的卡片不存在的话，请拨客服与客服联系。车子前面会有一个可以用悠游卡或一卡通开锁的感应器。然后这一边会有 eTag， 现在只要开 iRent 到全国加油满20公升就会送一包这个面纸。这一个方向盘右边的这拨杆呢，往上压着，就会喷水洗玻璃。逆时针拨，雨刷会动一下。如果是顺时针拨，就会以不同频率来做刷洗，要快一点就拨再下一层，总共有大概3段左右。最外面有一个旋钮，这个旋钮呢是后玻璃的，转一下后玻璃，雨刷就会开始动。再来左边的这一个，平常灯可以打在 auto 的地方就好了，为了避免晚上的时候忘记开灯。那有些没有 auto 的车款要特别注意。不然你开在路上没有开灯是非常危险的。你往上拨会闪一下大灯，往下压会看到这个图案。这图案就是你开了远灯，可能在某些大雾的情况下是可以用的。开在路上你开远灯会造成其他的驾驶因为灯太亮看不清路况而造成危险，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好，那应该大部分的东西都介绍完了。还车的时候也是非常简单，刹车踩着P 档，手刹车拉起来，拉起来之后呢，钥匙熄火，然后到手套箱这个按钮，把它按进蓝色的纽扣里，这样按进去，这样收进去就可以了。再把手套箱关起来，就可以开始进行还车了。建议平常停车的时候也是啦，尽可能把镜子收起来，这样留给外面有比较大的空间，也可以避免自己的镜子被人家撞到、敲到之类的。啊，对了，别忘了把车上的垃圾带走，千万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希望大家能够发挥公德心，谢谢大家。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有什么问题或建议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还没有订阅、按赞、分享的赶快去，拜托拜托！我是小蛙，Ciao。